家好，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台湾与香港的检疫经验。那首先第一个是隔离天数，像台湾的话，从抵达台湾的隔一天起算14天，而香港的话，抵达香港的那一天就是当天开始起算14天，所以可以说台湾的隔离天数比香港多一天。那再来是上机前的程序。其实，在这一点，两地的程序是完全一样。登机口处那边，地勤人员会拿着告示牌提醒大家上网填健康申报表。那我建议大家下飞机前一定要填完这个健康申报表，然后把系统给的 QR code 就是这个条码排起来，然后入境的时候给工作人员看，这样才可以加快后续的程序以及排队的时间。那再来是抵达目的地之后的入境程序，像台湾的话，你如果已经填好健康申报表，那后续的程序就简单很多。下飞机，然后跟着指挥人员走到审核处，在审核处那边核对一下号码，然后听一些隔离期间的注意事项，然后就可以入境。只是最近入境不能过自动通关，所以需要一点时间。然后入境之后取自的行李回家就可以了。那相比之下，我记得在香港光入境我们花了1个多钟头，因为我们下飞机之后不能直接走天桥下飞机，我们在飞机上等一阵子接驳车，然后搭接驳车到审核处。那在审核处跟台湾一样，核对一下我们的申报表以及领这个手环。那领到这个手环的人还要去面谈，就是一对一面谈，然后面谈的时候拿一堆文件。那拿到这一堆文件的旅客才可以搭另外一台车子去亚洲博览馆。那在亚洲博览馆还要排队等筛检。那做完筛检的客人还要等饭店的房间安排。对，然后有拿到房间的客人搭车子去饭店这样子。我记得抵达到饭店的这个整个程序，我们花了5个钟头。终于到了隔离饭店，在这边住一个晚上。刚进来的时候，他们有给晚餐。还有，在饭店的话住1个晚上，也顺便等筛检的结果。那这个结果的话，隔一天11点，就是中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会出来。那出来的结果如果是阴性的话，可以回家，终于可以回家。不过是阳性的话，就是只能等救护车来。我现在在香港的隔离饭店，昨天抵达香港的时间大概晚上11点。我们昨天那班机的客人比较多，大概150个左右，所以光入境花很长时间。那筛检这个部分，我以前一直以来都很担心，因为我听说会很不舒服。不过在这边呢，是用采检口水的方式，他会给这2个袋子。那这个袋子里面有这一瓶小小的容器，那把口水装在这个容器里面，然后用另外一个袋子包起来，这样包2层，然后给工作人员就可以。因为我等到6月26号还要做第2次的筛检，就是自己在家里隔离的时候做，然后寄过去，所以他们有给一个新的一套。所以现在我在等昨天的筛检结果，听说下午3点之前会出来，然后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大家回家自己做14天的居家检疫。还有，他们把早餐挂在房间的门把上，里面装个餐盒，这2颗可颂面包，然后1颗苹果，还有芒果汁。不过我听说，如果航班抵达香港的时间是中午前的话，不会去饭店住，就直接在亚洲博览馆等筛检的结果。意思就是在那边坐着等8到9个小时。接下来是隔离期间该要做的事情。首先是台湾，台湾的话，每天早上就是隔离的14天的每天的早上，李干事会打电话过来问我的身体的状况。再加上用简讯报告自己的身体正不正常。
还有一个 Line， 就是用 Line 记录自己的体温啊，还有一些有没有这些症状之类的。不过像香港的话，没有像这样子的电子版本的作业，香港只有一张书面的文件，让我记录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以及体温。不过在香港隔离的第12天，自己要做一次筛检，然后把筛检的结果寄出去这样子。然后最后隔离包以及补助金，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拿到过14片的口罩，然后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资格申请补助金，如果是有的话，一天1000台币。在香港，我听说如果一个人住，然后没有任何家人，也没有信用卡可以网购的话，他会送隔离包以及日常用品，还有一些简单的食物。不过因为我有信用卡，没有特别去申请。好，这就是我这一次经历过的港台两地的检疫经验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信息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哦。还有人想要听我的心得吗？我只能跟大家说，能避开就避开。这段期间尽量不要这样来来回回检疫，因为真的很累，我觉得真的蛮累的。저는 어떤 게 제일 힘들었냐면 홍콩에 도착한 시간이 밤 11시였는데 그때 잠을 못 자고 막 5시간 동안 이것 때문에 줄 서고 저것 때문에 줄 서고 이랬던 게 너무 힘들었고요. 호텔에 도착해서 또 잠도 제대로 못 자고 그러니까 그렇게 하고 다음날 집에 왔는데 이제 집에는 막 곰팡이가 많이 펴있고 이런 상태라서 또 잠을 못 자고 막 청소하고 난리를 쳤더니 그 다음날은 거의 몸살 때문에 침대에서 못 일어났던 것 같아요. 그래서 이번에 정말 힘들었습니다.